看，叔叔们都已经出发了，爸爸也要出发了。你想爸爸吗？大了，咱也当解放军，然后跟爸爸一样带兵打仗，是不是？哎，来，让爸爸亲一个。哎，顺子，来，抱一会儿。哎，好。来，又辛苦你了。哎，对了，啊，这次非要亲自去临汾不行。好，临汾是阎锡山在晋南的最后一个据点，这一仗非常的关键。只要拿下临汾，山西和阎锡山的问题就都好解决了。比较而言，我对山西和阎锡山比较了解，理应主动挑起这副担子才是。可能连你自己都没料到，这辈子会跟阎锡山来这么一场大决战。那是啊。哎，说起来也怪有意思的，你们俩好像不仅是相邻，而且还沾亲带故呢。阎锡山得管你叫声叔，你还在他办的学校里边教过书吧？教了没几天就被辞退了。你们俩好像天生就是一对冤家。您是一校之长，有权辞退教员，我也不会赖着不走。可是，您得说出辞退的理由。你不好好授课，净给学生们讲些乌七八糟的东西，什么鸦片战争戊戌变法，什么辛亥革命军阀混战，课本上讲这些了吗？这可都是历史，这些都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存亡的大事，为甚不能讲？你还整天散布什么救国救民、改造社会，你这不是鼓动造反吗？传道、授业、解惑是每个先生神圣的职责，要让每个学生都了解国情、民情，将来才能承担起应当承担的责任。怎么就是鼓动造反呢？可你张口闭口说要打倒军阀，这还不是鼓动造反？不把他们打倒，中国永远也进步不了，老百姓永远也过不上好生活。可这川职中学是严督军亲手创办，我这校长也是严督军亲自委派的，我要为严督军负责。你就知道为上司、为自己负责，可谁为国家、为民众负责？你呀，岂止是带领学生造反，简直是自己要造阎锡山的反了。哎，对了，说真的，你这临汾打不打得下来啊？阎锡山可说了，这临汾可是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呀。听他吹牛吧，临汾的城防是比较坚固，敌人的兵力也不少。梁培煌也是一名颇有战斗经验的战将，但敌人的战斗力不行。准备周密，战术得当，肯定能打下来。哎，这我相信。可是我唯一担心的是你的泪膜炎，千万不要忘了天天输液啊！哎，忘不了，我忘了，医生也忘不了。走走走，看儿子去。冲啊！哎，上！哎，过来！哎，听我命令，往外冲锋！哎，把他抓住！哎，好，抓他！啊，快上！哎，上，在那边呢，往那儿冲！哎，在哪？哎，抓，在那儿跑了！快抓那个大个的啊！快上！哎，上，在那边呢！严主任，年级以上官兵都把孩子送我这儿了，收这么多孩子，我人手不够。以我们妇女委员会的名义，再招几个老师进来。冲！哎，抓呀，打！快，把他抓住！在哪？上！
哎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玩着。哈哈哈哈！大哥。哎，又咋的啦？不看了，让我猜猜。胡宗南把他2个团从临汾调走了，他这是来个先斩后奏。这个老狐狸，我从来也没指望他帮我守临汾，靠小姨子养娃娃，笑话了。共军主力逼近临汾城。来，乡亲们，来集合了，集合了！哎，来，集合了，集合了！乡亲们，今天把你们叫过来，就是让大伙儿先学些战地救护的知识，这免得打起仗来手忙脚乱。那一会儿，我们先从基本的弹架开始学习，4个人一组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大夫，咱什时候打临汾？王有义，请你不要插话。王有义可说了，要是不打临汾，他就回家娶媳妇了。严肃点。飞机。来，首长，快躺下。首长，再坚持一会儿，马上就打完了。玉书记，西北方向，临汾飞来。张大夫，叫督参谋。首长，不能贻误战机，快叫督参谋。是。小顺子，首长找督参谋。哎，报告，督参谋，首长找你。督参谋，胡宗南是不管阎锡山的死活，从临汾撤兵了。我可要帮助一下我这位老乡，替他挽留一下客人。我们必须抢在敌人之前，最好缴获几架飞机。是，顺子。督参谋，你立刻坐吉普车去追赶第8纵队，命令王新亭司令员必须在7号拂晓之前抢占临汾机场。是。距离机场还有60里，根据首长的指示，我宣布作战计划。第1梯队到，迅速占领机场的指挥部。是。第2梯队到，从2侧进攻跑道上的飞机，以缴获为主，缴获不了就给我炸掉。是。哎，不可能！刘邓共匪已经跑到了大别山，陈赓也带着他几万人马驻扎在洛阳一带。王震带着他的西北野战军收了我的运城之后，对，徐向前，也只有我这个五台小老乡才有这个本事啊！会长，刚获得情报，徐向前染肺病，他的夫人黄杰正陪他在长治卧床疗养。那共军是从哪蹦出来的几万主力呢？而且又给我来个4面合围呢？光4面合围还不行。继续。还有在北面，把咱们最具有战斗力的地方武装要埋伏在同蒲铁路两端，一是要打太原派来的援军，二是要防止从临汾出逃的匪兵。南面也不得不防。虽说胡宗南在西安不肯帮阎锡山守住临汾，可蒋介石一旦要是翻脸，他就是做个样子，也要渡过黄河，给咱们捣捣乱呐。是啊。
这次战役呢，对外已经放出风声，总指挥是王庸旅长，以此迷惑阎锡山。天快亮了，临汾机场也该有消息了。喂，临汾机场发现共军主力，我带队过去。行了，共匪惯用声东击西的伎俩。反依赖工程呢？是机场方向。什么？胡长官接兵的7架飞机刚刚落地，还有2个沿岸兵力被炮火封在机场。这个老狐狸，他不是上午10点来接兵吗？不是共军的第8纵队，就是10滩纵队，最少也有20门火炮。所有飞机立刻起飞，快，快呀！对，一共7架，跑了5架，给咱留下2架。新亭啊，临汾战役你给咱来了个开门红，我要电告中央，为你请功啊！还是经验不足啊！要是先用火力封锁住跑道的话，7架飞机他1架都跑不了。第8纵队司令员王新亭听令，请指示，迅速清理战场，填饱肚子，1个小时后向临汾城挺进。是。总指挥王庸，这么大个战役，咱那个小老乡应当亲自出马呀。你是说徐向前吧？对呀，他是共军晋冀鲁豫军区第1副司令员。刘邓走后，这山西在军事方面就由他主持。你这个情报不可靠。接通临汾电话，我要警告梁培煌，即使是王庸，也不能轻敌。是。大哥，省府幼稚园想要1000元大洋购置冬衣，给他们。把这些娃娃放在咱们这儿，我能睡得安稳。会长，临汾的电话通了。阎锡山没有吹牛，称得上是固若金汤。城墙太厚实，咱们的大炮很难炸出缺口来。要是用云梯强行攻城的话，伤亡会很大。报告！喊什么？不知道战将纪律吗？首长，北山出事了。出啥事了？赵排长，我们旅长牺牲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你们旅长是谁？我们旅长叫王庸。王庸旅长在北线视察防御工事的时候，被陈山上的狙击手击中。我去看看。站住！杜参谋，传我命令，严密封锁消息。对外称，我们的总指挥还是王庸。2，部队原地待命，改变工程方案。刚才我的狙击手在北城上干掉一个拿望远镜的军官，
最小也是个营长。嗯，好。首长来了，慰问。首长，首长，俺看你们这些天也有车坐了，要不先放俺们回担架队吧？你们先进屋吧。好，好。哎，您等一下。易太良，您这身子骨不好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俺叫王有义。王有义。有义，以前你在村子里是干什么的？俺在家是种地的。哦。盖过房子，挖过井没？俺在家盖过猪圈，垒过鸡窝。哎，对了，首长，他三喜子，快！哎呀，他在家盖过房，盖过庙，还挖过井呢。嗯，有义，你娶媳妇了吗？媳妇儿不肯。为什么？首长，媳妇儿她爹原来是你们的人，后来在临汾城里被严军给抓进大牢了。媳妇儿放下狠话，说不救出他爹，绝不出家。有义，你和三喜子，你们俩参军吧。我保证，打下临汾城，救出你丈人，给你10天假，让你回家娶媳妇儿。真的？你们两个商量商量。好。首长慢走。嗯。硬拼硬打不行，那就用土行孙的办法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咱们挖地道？对，既然地上不行，那咱就走地下。王旅长，你迅速招募200个木匠和泥瓦匠，挖地道。明白。大家各自去准备，注意保持联络。是。什么？甚时开始挖的？昨天还没有。那还来得及。你打算咋办？我请求派重型轰炸机用重磅炸弹进行轰炸。不行，不行！如果他挖得深，那重磅炮弹是根本就不起作用的。最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他们挖，咱也挖嘛，以地道对地道。他挖到哪儿，咱就破坏到哪儿。这个办法好。可是我们怎么知道他在哪里挖呢？哎，装水的大瓮可以告诉你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下一个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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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后面跟上。判断的方向没错，继续往前挖。是。歇会儿吧。不用。哎，听我的，喝一口。快挖秃了，挖秃了再歇。好，来，打空。来，打空夸。空夸。哎，快了，快了！
通了，通了，通了！啊！通了！西子，西子，要他了，快跑！快快快！追！快快快跑！快快！走！追！给我追！快！怎么样？我们这受埋伏了，快撤！快走！快！给我炸掉他们！是。西子，你怎么样？别管我，快走！西子，俺把你带出来的，俺一定要再把你带回去。快走！大哥，人到了，咱们走吧。啊，坐，继续看。严长官今天唱的是哪出呀？这你还不明白吗？他是怕我们当官的有二心，拿孩子当人质呢。西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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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子。首长，都到齐了。到齐了。没想到敌人来了这么一手，牺牲了37名战士。东面的2条通道，北面、南面各一条，都让敌人毁了。看来，敌人是用了大问天鹰的方法找到我们的。魔高一尺，就要道高一丈。黄旅长，在，把我的主意给大家伙说说。是。大家看一下，咱们要从这个地方到这儿，我们要在这儿上面和下面各挖一条地道。地道下的地道？对。上面的这条地道是用来迷惑敌人的，下面这条地道才是我们真正要用的。就是用假的声音掩饰真的声音，就像我们通常助攻和佯攻的阵势，往往大过于主。好。切记，我们的目标是炸城墙，不可恋战，更不可以把战线拉得太长。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快！
长官，长官，怎么了？快过来看看，看这儿。好像是汽油。汽油！我立刻给副所以回电，就说我山西地面战事也紧张，无援兵可派。毛泽东已经到了石家庄了。是。这山西离他们最近呐，这下他徐向前可就难喽。不派兵保卫石家庄，这老毛不高兴。可是临汾他又铺了这么大个摊子。命令29军立刻开往石家庄。首长，抽调3个旅的兵力去保石家庄，这开什么玩笑？这个能行得通吗？大家不要再议论了，各旅部听令。彭绍辉、罗贵波到，迅速做好阵地交接，执行中央的指令，率太岳、吕梁3个旅直奔寿阳，阻止阎锡山49师进犯石家庄的脚步。马上出发。是。来，我们再重新布置一下兵力。司令员，中央不了解临汾的情况，我们是不是考虑推后打临汾呢？推后？20万块门板全都让我们架到坑道里去了。方圆100里的老百姓已经连着2个月夜不能闭户。我们的战士已经连着挖了2个月的地道，挖得双手血肉模糊，天天都有因为缺氧而昏过去的。现在拖下去，老百姓怎么办？地道下挖地道的这个秘密，万一要让阎锡山知道了怎么办？继续打，对，不能推后。我宣布，5月17日发起总攻。说。共军火力太猛，按先走吧！一定给我顶住！走，打呀！共军的总指挥肯定不是王庸，应当是徐向前。可是徐向前，能想出地道底下挖地道，破了我大瓮听音的计谋，除了他，还会有谁呀？
临汾一丢，山西南边的半壁江山就落到了共军手里。这太原岂不是成了一座孤城？你的话过于悲观了吧？就算他徐向前到了太原，那他也应当知道我严百川从南到北的钢筋水泥防御工事，不是摆给他看的，那是来取他小命的。哎，看看，酸菜，炒土豆丝儿，有面鱼，五台蒸肉，前期稀饭。哎呀，儿子，我去接儿子去。哎，别忙，儿子呀，你就放心吧，在保育院呢。再说了，有儿子在，我哪有功夫给你做这么些个好吃的呀？对。哦，对了，这篇文章准备在报上发表。哎，这怎么可以啊？你把下一步准备休整、训练的计划可都给写进去了。对呀。原来你是专门说给阎锡山听的呀？你的黄埔军校啊，没有白上。哎，快尝尝。这可是专供皇上的小米儿，沁州黄。咱们呐也享受享受这皇上吃的东西。程寿啊，你这个工事修得不赖呀，对付徐向前这样的土八路够用了。下一步征粮、屯粮的事，你动手了吗？会长，我还没有。可不要大意啊，一定要抓紧。我把4/5的兵力都放在你这儿，微臣，卑职知道。你说，丢了运城和临汾最大的产粮区，只能在晋中解决粮食问题了。对，就一个字，粮。只要有粮在手，我们保卫太原就有保障了。会长，刚刚收到报纸，徐向前在共军的《人民日报》上发了篇文章，写临汾战役。都说些甚啊？他们好像要进行休整，就是共军经常搞的那一套总结啊、整训什么的。我这个小老乡，倒是一名出了名的爱总结、爱整训的武将。不过他这一次打到家门口了，又突然刹住了脚，我还是不放心呐。你去探个实底。运城也发来消息说，共军在枫陵渡开始征收船只，看架势是要攻西安、大胡宗南。哎，程叔，你这有甚小道消息啊？副官们都在私下议论，共军撤销了晋冀鲁豫军区，成立了华北军区，司令员是聂荣臻，徐向前任第1副司令员，又兼任第1兵团司令员。我和我这个小老乡，到底是个甚缘分呢？督助，这是咱老乡，您是徐家的女婿，他娶的是俺们朱家的闺女，弄起来咱这是亲套着亲呢。用不着你朱点介绍，这不就是在川治中学小学部教书的，宣传救国救民、改造社会，又说我是新军阀的徐向前吗？年轻人不懂事儿，
他这就是专程给你来道歉的。我可没这个意思啊！我宣传新思想有甚错误？我是来求职的，不是来道歉的。你是来求职的，人家都是在背地里骂朝廷，你徐向前倒好，坐在东家的炕上骂东家。像你这样的人，谁还敢用啊？我还怕你抄我的后路，造我的反嘞。你要是立得正，行得端，还怕别人造你的反吗？好，你小子有骨气，像个五台人。我就等着你带着兵马来造我的反。你除去洋气要几年呢？10年、20年够不够？要是没有路费，我给你拿上。20年了，看来我阎锡山势必要跟我这个小老乡在家门口打出个你死我活。粮食要是出了问题，那可是掉脑袋的。哎，这儿，这儿，6比12。这儿，这儿，你看，赵师弟啊，犯规一次。首长，咱们真的要攻打晋中啊！这！咱是不是才休息了半个月？太累了。哎，师弟，传球！这可不单单是累的问题。我们满打满算只有6万兵力，而阎锡山呢，13万，比咱们多1倍。而且咱们的武器装备也不占优势啊。首长，如您所料，阎军现在正在4处征粮。师弟，不打了，你们输了，开会。麦收马上就要开始，我们必须抢在敌人的前头。我给阎锡山呀算过一笔账，以每人每天斤半粮食计算，这1个月下来就是580万斤的粮食，再加上城市居民的口粮，这1个月没有几千万斤的粮食，他这日子没法过。如果我们能够粉碎敌人的抢粮计划，那就好比是釜底抽薪，断了他的生路。中央让我们吃掉1到2个师就可以了，可为什么非要吃掉4到6个师呢？晋中的敌人一旦逃回太原，将来攻打太原的时候，流血牺牲就会更大。咱们就按吃掉敌人4到6个师来布置。大家切记，这次战役的特点是6个字：运动、神速、凶狠。方法是12个字：行军迅速，调兵引兵，咬住猛吃。周师弟，你来宣布战斗方案。好，首长。同志们，我们第一步是从晋中的高阳，然后挺进临石。我吕梁部队3天后夜行军120里，务必在天亮前到达汾阳与孝义之间高阳镇地区，阻截敌军准备将粮食运往太原的卡车。与此同时，我太原部队沿同蒲路北进，于6月12日到达临石，吃掉敌军的真粮队伍。这2处抢粮战斗一打响，只要我们的主力部队不暴露，阎锡山肯定会就近调出城里的兵力。只要敌军的主力从平遥、介休、杞县移动，我们就可以实施第2步。这样一来，晋中的战役主动权就牢牢地掌握在我们的手中。
先是汾阳和孝义之间的平川地带发现了共军，紧接着又在灵石和介休之间发现共军，都是冲着粮食来的呀。是的，突围回来的队伍没有遭到堵截。那你确认他们不是共军的主力？肯定不是。逃回来的士兵说，听他们冲杀的口音和使用的武器是太岳和吕梁的地方部队。好，只要不是徐向前的主力就好说。他们现在集结在什么地方？会长，他们现在集结在汾阳和孝义之间的高阳镇一带。好，命令高卓之亲率34军从介休出发，合围高阳镇，把高阳镇一带的共军原地消灭，再反手向东，把灵石山、隘口的共军吃掉。首长，阎锡山的34军已经扑向高阳镇。好，敌人果然上钩了。电告刘忠司令员，让他迅速包围介休城，狠狠地打。首长在吗？在。首长，师弟啊，马上通知8纵、13纵和晋中部队，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埋伏在平遥和介休之间，等待高卓之的34军进入我们的伏击圈。是。那我们呢？除了作战地图，其他什么都不带，离前线越近越好。走。好。打起仗来不要命，准备担架。放心吧。报告长官，我们先遣连在高阳镇附近没有发现共军在构筑工事，部队继续前进。报告长官，介休城来电，一股不明身份的共军攻打34军驻地介休城。什么？火速回应。是，火速回应。就是这儿。高卓之今晚就驻扎在这个村里头，离介休还有40里地啊。好。不能让他们回去的太轻松。8纵、13纵在哪里啊？8纵在这儿，离高卓之还有30里地。13纵在这个位置。马岩，电告吕梁部队，让他们即刻拖住高卓之的后腿。再电告8纵、13纵，一定在天亮之前设好埋伏圈，争取将高卓之的34军歼灭在介休城外。好。是徐向前，他没有去支援彭德怀的西北战场。你当时不是说他在运城到处征船，要到西北去打胡宗南吗？这5、6万的八路怎么不到2天，怎么又突然冒出来了呢？啊！你养了上千个特务和情报人员，没有一个给我查到实情，也不知道是我无能啊，还是你无能？是卑职无能。我就不信，我这13万兵马打不过他5、6万的八路。打起精神来，提起精神，快速前进！哎，醒醒，醒醒，醒醒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来，喂，首长，部队持续行军，人员疲惫，行军休息2小时。不行，
1分钟也不能停，走不动，爬也要爬到目的地。是。加快行进！这铁路可是命脉啊，这军力物资的运输可全靠它了。是，可千万不要让共军给毁了。哎，会长，高卓之来电，说34军可能被共军包围了。他们没有回到介休城，想回，可是共军比他跑得更快，已经把退路堵住。他请求增援，否则凶多吉少。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？离介休城还有多远？离介休城30里。会长，要不要派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出城接应？他们还没有真刀真枪的跟共军交过手，正是一个实战的机会。也好，也该让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显显威风了，也让我那个小叔叔尝尝铁军的厉害。命令，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立即出发，接应高卓之。起来！你看着点。首长，首长，怎么了？首长，8纵王新亭司令员急电，有情况。是。 8纵天亮的时候就已经插了过去，埋伏了4个小时，没有发现高卓之的第34军。根据侦察部队报告，敌人在进入埋伏圈之前，他们就跑了。跑了？对，侦察部队发现，在介休城北门外发现了严军的另外一支部队，刚刚出城，正在往平遥地区运动。责令他们迅速查清是阎锡山的哪支部队。是。首长。 高卓之的34军会不会东渡汾河，北上平遥去了？从介休出来的敌人也往平遥方向去。哼，看来阎锡山是变得聪明了，竟然跑到我们前头去了。阎锡山是不是把主力部队往北移呀？我看。 是不是向太原靠拢了？对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支从介休赶往平遥的部队，就是阎锡山的心肝宝贝——亲训师。给他挖出来！新亭啊！啊！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 我要亲眼看看阎锡山的亲训师是如何覆灭的。给。
新亭啊，看来这帮新兵蛋子确实是不禁打呀。白活了，白活！我严百川让邻村的后生整的，你快去，你亲自去，把我的10几万人马和粮食，一个不差的给我追回去。去呀！是。抓紧，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什么？公路被占领，铁路桥被炸。看来徐向前要和我这个老师决一死战。你们也跑，一定要把我的人马都给我带回来。还是从太原派兵增援吧，这样可以形成两地夹击之势，这样更保险。不用。多保重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注意身体。你也一样，注意身体啊，保重啊。乖乖的听话啊。再见啦。再见。再见啊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，保重身体。再见。再见啊。再见。再见。大哥，吴仙子啊，晋中丢了，我不得不做打算呐。应该的。把亲人们都送走了，偏偏把你留下，你怪我吗？不怪，越是这个时候，我越应该在大哥身边。
到上海你那儿，随时听我调拨。知道了。中共中央及军委贺电：晋中战役在徐向前、周士第2位同志直接指挥下，由于全军上下英勇奋战，地方人民拥护，努力支前，仅仅1个月就获得如此辉煌战绩。印父啊，还认识老同学吗？同窗3年，咋能不认识？鼎鼎大名的徐向前。印父啊，别看了，这作战地图啊，已经都是昨日黄花了。大手笔，承受甘拜下风。孙子，来，坐。什么上风下风啊？晋中决战，双方伤亡几万人，难道是你我之间谁输谁赢的问题吗？印父啊，你追随了蒋介石、阎锡山这么多年，难道还没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啊？蒋介石咱就不说了，就说眼前的阎锡山，表面上唱高调，说与共军决一死战，背地里呢，把自己的亲属用专机偷偷的送到了上海和香港，还把山西驻上海物资站的固定资产变卖成黄金，分别存在了美国和香港。是这样，我还听俘虏过来的团长说，阎锡山强迫他们每个人送一个孩子到省府集中供养。那是他怕部下有2心，让孩子做人质。过来吧，印父，我们欢迎你。你把阎锡山的精锐部队丢了个精光，阎锡山正想借着你的人头向老蒋交代。你如果想用你的人头去试阎万喜的刀，我马上就放你回去。走，接客人去。接什么客人？你的客人我就不用去了。嗨，见了面你就知道该不该接了。走。你看谁来了？爸。昨天。爸，看这。你们怎么来的？是他们通过地下党把我们俩从上海接到石家庄，黄阿姨又一路把我们护送到这儿的。这可都是我们中央的安排。子季，谢谢。这东边兵力火力都要加强。报告。长官，再不吃饭就凉了。哎呀，吃，都是些吃货，都什时候了，还净讲着吃？你这个办法不行。赵承寿现在是替徐向前卖命了，他最了解你们的作战方案了，所以这里的布防、火力配置都得重新考虑了。2天以后，我听你们交出新的方案。是。徐总，董老先生来了。徐总啊，董老先生，你好啊！来，快请坐。你请。来。徐司令员，我和严百川是师生关系。我听说，他和你也是师生关系，
他还教过你？哈，没直接教过，但是山西省立国民师范是他一手创办的。哦，我们党的好多人，像李雪峰、程子华和王世英，都在国民师范读过书。我最初接触革命道理，也是从国民师范开始的。哦，从这个角度上说，他还是有功劳的。抗战开始，他还在我身上动过心思，说，如果我要是跟着他干，就把晋绥军的军务统统交给我。哦，还有这事儿？嗯，董老先生，您一定听说了，我们解放军马上就要攻打太原城了。哦，听说了，听说了。董老先生，对于我们解放军来说，攻城那是下策。我们就是想公共阎锡山的心。如果阎锡山能够珍惜太原城几十万百姓的身家性命，免遭战火涂炭，我们举双手欢迎。但是，我们就担心他拥兵自重，一意孤行，置太原城百姓的生命于不顾。所以，我们请董老先生出面，劝劝严省长，弃暗投明，造福太原的百姓。老夫愿当这个说客，为民请愿之壮举，岂能推辞？老夫即刻就去。哎，老先生，此行还是有一定风险的，请您再仔细考虑一下。没关系，好歹我是他的开蒙老师，跟他说不妥呀，是可能的。可要说杀老师这事儿啊，我看他严百川还干不出来，你就放心吧。啊，这个徐向前都兵临城下了，还给你写信，以此瓦解军心，这是共产党惯用的伎俩。还是华之了解共产党啊！以我和徐向前是老乡、亲戚加师生的关系，他要不写信鼓动策反，反倒怪了。哎，你不是说赵承寿、梁培黄他俩也私下里给他的旧部下属写信策反？查到实情没有啊？还不充分，不过已经查到了蛛丝马迹。一经查实，绝不轻饶。明白。可替徐向前送信的这位董老先生，您见还是不见？这种动摇军心者，我还见他干什么？杀无赦！大哥，这可使不得。我听说他可是您的启蒙老师呢。自古杀师如弑父啊，这罪名大着呢。但是为了太原城坚如磐石，这个千古罪名，我必须背了。这……黄大夫，首长的身体怎么样？我从西柏坡来之前，周恩来同志就说过，徐总如果病情稍稳定后，马上就会往泾阳。不去，首长，首长，不攻下太原来，到了后方，我也静不下心来。首长，首长，阎锡山还是把董老先生给杀了。什么？杀了？杀谁了？阎锡山针对董老先生动手了。
还是咱柳巷老鼠窟这元宵好吃啊？这离过年还早着呢，你怎么现在就捡上了？怕打起仗来，就顾不上捡了。那也用不了这么多吧？我是给老家的房子捡的，虽然没什么人住了，但是过年的时候，对联和窗花还是要派人回去贴的。你看这一张，我看这一张就贴在中间的玻璃窗上吧。哎呦，给徐总准备点啥好吃的？啊，一大早啊，房东大娘就送来一篮子头茬苦菜，凉拌着吃。是啊，按我们五台的做法，再煮些山药蛋凉拌，可好吃了。怎么样，首长？验收一下。嗯。嗯，好吃。哎，来，跟老徐一块儿吃吧。哦，不，南方人消受不了。首长，我走了。嗯。啊，谢谢你啊，黄大夫。谢谢啊。不行吗？何主任，给徐总打完针了？打完针了。啊，去吧。哎，大姐。请聊。何主任，来，徐总，你看谁来了？请。莫非是高？正是，原国军第30军军长高树勋。啊，高将军。哎，不用。高将军，请坐。来。高将军，我听说您和黄乔松将军原先都是西北军的。而且，关系也处得非常好。36年西安事变的时候，捉蒋的立场也是一致的。莫非是我们中央首长派您来？我和黄乔松已多次书信往来，他现在态度非常鲜明，弃暗投明。只是想寻找合适的机会，与我军的高级将领见面，共同制定起义计划。黄乔松将军是负责守卫太原城的东北2个城门。哦，徐总，我化妆进城，去面见黄乔松。阎锡山在山西经营40年，军中派系复杂，目前情况还没有掌握。我的意思是，派参谋处长季夫同志作为代表先去一趟，等探明了情况，你再亲自出马。严长官，今天下午3点整，会有共军重要人物化妆进城。我说嘛，徐向前正打在兴头上，怎么就按兵不动呢？原来他是想给我玩釜底抽薪的把戏呀。好嘛，小叔叔，对不起啦，打仗让你逮着便宜了。可是
玩计谋，你还是应当管我叫一声老师啊！走，到守备司令部等着黄乔松和他那位共军同谋。该见分晓喽！喂，一个都没逃掉。好，好，好，把他们都给押到我这儿来。哼！报告，委员长急电，你如抓捕到案，速将黄乔松及共党要员押解南京。要我说，反正这太原一时半会儿也打不了，倒不如先听听周副主席的安排，回石家庄看看病。啊，殷府啊，有事啊？子杰，我有个想法想和你说，不然我睡不着觉。啊，来来来，有太原地图吗？啊，有。哦，你们聊。殷府，来坐。殷山把太原比作一个人。一个人？对，这东山是头，城池为辅，南北两机场是臂膀，这西山矿区啊，就是腿和脚。历来攻打太原呐，都是从东面开始。李自成如此，日本人也是如此。这在战术上叫做从头顶攻身子，所以我们绝不能让他们轻易上到我们的头顶。如果从他的头顶往肚子里打，势必是费时又费力。我想用一条这样的战术，卡住他老严的脖子，然后在小窑头、闹马、山头、油陀寨拿下这4个要塞。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我就是要从东山动手，但不是卡住他的脖子，我是要在他的咽喉部位狠狠地来上一刀，让他身首异处。身首异处。但我还是想尽最大可能减少部队的伤亡。但怎样打，才能让我的战士少流血呢？又是谁来的电报？是李宗仁带送的。哦，哎呀，你看，我正想去南京催促军援，这李宗仁呢，就请我去商讨国共和谈事宜。这真是啊，有福气。不用打早起呀！啊，我这一次去南京啊，也许3到5天，或许10到8天。等商讨结束以后，我就会回来的。你看你这个胡子拉碴的，快去刮刮，哎，快去吧。是。
什么时候走啊？凌晨。把山西丢了一大半，我给祖宗们认个错，让他们别怪罪我。我的行李就不用准备了吧？你要是跟我一走啊，他们就以为我再不会回来了，会扰乱军心的。哭什么呢？我也不是不回来嘛。没有，我是感恩。我一生下来，爹娘嫌我又是姑娘，就要把我溺死。是您把我养大的，供我上最好的学校。到了太原，就让我工作，还让我当了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，又当了国大代表。大哥对我是恩重如山。其实，大哥也有照顾不到的地方。见外的话就不要说了。我去给你做碗面，吃完了再上飞机。新亭，打得怎么样？攻坚战，进展缓慢。冲啊！冲啊！杀呀！杀呀！同学员，跟保密团联系，请求火力支援。无线电已经被炸坏了。你说什么？已经联系不上了。120班3班，跟我冲！冲啊！冲啊！一班，跟我冲！冲啊！排长！
开！排长，你受伤了，让俺来。不行，你媳妇还在家等着你呢。排长，后边还有更重要的战斗等着你呢。我不能再让我的兄弟去送死。有义，给俺活着回来！是王有义，王有义。来，杜参谋，可以发了。首长，人这打胜仗都是说成绩，您呢每次先找缺点和弱点，难怪呀，咱次次能打胜仗。报告，首长，外面有2个妇女找您，说是您的姐姐。哦。大姐、二姐，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哎呀，这舞台线都传遍了，都说是你带着队伍打下了太原府。姐就一想，那你肯定在太原，这不就过来看看你，叫上你二姐一块儿看你。应该我回去看你们。这太原刚刚解放，实在是太忙了。哎，姐，屋里说话，走。走。哎呀。姐，来坐。哎，坐。首长，又有2个男人要见您，说是您老乡，想问咱借汽车，想拉货做生意。告诉他们不见。汽车是国家的，汽油是人民血汗换来的，不能随便动用。共产党不是国民党。记着，以后凡是因为私事找我的，一律不见。你看看，这咋跟人家连面都不见就把人打发走了？这万要是咱家亲戚呢？嗨，这种事儿，亲戚朋友也不行。哎呦，姐知道你那个脾气，可人家外人不清楚，不是吗？我们呀，在来太原的车上遇上了几个舞台老乡，有人说了。哎呀，你们可是不知道，那徐向前呀，可是不近人情，省事都不给人办。嗨，让他们说去吧。以前咱舞台流传着一句话，说是学会舞台话，就把洋刀挎；
我们共产党可绝不搞阎锡山那一套。我这20多年来，南征北战，出生入死，为什么？不就是为了改造社会，救国救民，建立新中国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吗？如今，终于盼到这一天了。这以后的路啊，还长着呢。